西班牙著名设计师伊文看了咱们严一方这一次在青蓝杯的表现，特别感兴趣。他助理联系我了，说过2天想跟你见个面。哎，那个是什么？好不好吃啊？给我来一个。我一会儿再告诉他们。那我们要准备什么？样品资料都备好就行了。我觉得我们为了表达诚意，你可能要学一点西班牙语。这是一定的。我去找一个老师。哎，不用那么麻烦，我教你就好。就很简单，你好，谢谢，认识你是我的荣幸。比如你好 ，HOLA。后来。是胜利的味道吗？欧了。欧了。这么大一个你都能吃得了？是啊，这个可以，这个好记，这个好记，小记。聊工作这么嗨吗？应该是后面的工作聊得很顺利。聊工作顺利。好。认识你是我的荣幸。嗯。伊索娜娜古纳菲亚。艺术。伊索娜娜古纳菲亚。艺术那。你舌头是卷不起来是吧？你舌头卷不起来。这就过分了。妹夫，控制，冷静，别冲动啊！我来想办法。伊苏纳拉古纳菲亚。可以。伊苏纳拉古纳菲亚。我明白啊。那到时候麻烦你把他们行程什么的都发给我。梁总，来，我来敬你一杯来。哎呀，谢谢你，一直跟我们合作，还帮了这么多的忙，谢谢你，真的。没事，以后我也算是咱严一方的人了。你要有什么需要的话，你尽管跟我说好吗？没问题，谢谢。先干。金哥，敬你。商场免单的事儿，还算数吗？还算数。算。谢谢申总，那我们随时去啊。整个方案都还是蛮不错的。连丽和你的好事我们都等着了啊。放心，谢谢。较量挺能聊的。哎，我们家乔林性格就这样，跟谁都能聊得来，没事啊，没事。这个较量确实不是个东西啊，控制不了，我得去他。那个你好，这一下。我是魏文峰啊，节目好，感谢你支持我的工作。我们一起干一杯，谢谢亮总。哎，妍姐，谢谢你，谢谢你，你辛苦了。谢谢你带领我们一直走到现在，你还在辛苦。你的作品证明一切，一定会越来越好。敬你。妍姐，有好多话想跟你说。从一开始的时候见到你，我就觉得来玩个游戏吧。射飞镖都玩过吧？谁要是射中红心，我现场转账1万。徐总，这第一镖得你来啊。不用，你们先玩。一起玩吧。你们玩吧。挺不容易的。
有多难，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所以严一方能到今天，荣耀是属于在座的每一个人。许岩在致辞中感谢了每一位团队成员的付出与努力，但特别想要感谢的一个人却让他陷入了短暂的犹豫。当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感谢沈浩明时，他却出人意料地提到了蒋亮。原来从严一方初创到如今的名声大噪，蒋亮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与帮助，这份情谊让许岩铭记于心。然而之后蒋亮却准备为许岩介绍一位西班牙设计师，他还在一旁细心地指导许岩如何用西班牙语打招呼。这份突如其来的关心让沈浩明心中醋意大发，他看着蒋亮与许岩亲密无间的样子，心中五味杂陈，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在胸中翻腾。他的眼神变得锐利而冰冷，双手不自觉地握紧，开始在餐桌上磨起了餐刀。军师于一鸣见状，深知情况不妙，无奈之下只能示意乔林去阻止许岩与蒋亮之间过于亲密的互动。沈浩明见状，心趁机端起酒杯，想要与许岩碰杯，试图缓解内心的紧张与醋意。然而许岩的朋友却突然拦住了他，还提及上次在家中关于商场的旧事。沈浩明虽心中不悦，但为了维持表面风度，只能先应付着，承诺上次答应他们免费逛商场依旧作数。可就在这时，蒋亮又与乔林聊得热火朝天，两人眉飞色舞，甚至还要互加联系方式。我们家乔林性格就这样，跟谁都能聊得来，没事啊，没事。好，那这这个蒋亮确实不是个东西啊，控制不了好的去他。这场景让同病相怜的沈浩明和于一鸣瞬间站在了同一战线。于一鸣赶忙上前拦住蒋亮，表明自己是乔林的男朋友，成功阻止了二人进一步的发展。沈浩明再次试图与许岩碰杯，可许岩又被朋友缠住，众人纷纷向他表示感谢。那杯象征着和解与亲密的酒始终未能如愿喝下。然而就在二人准备碰杯的关键时刻，蒋亮突然提出要玩飞镖游戏，还声称中标的人能获得现金奖励。这一提议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大家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游戏上。蒋亮又提议第一标让许岩先来，许岩考虑到沈浩明的心情，便邀请他一同参与。然而沈浩明看着情敌蒋亮，心中的怒火噌的一下冒了起来，他黑着脸冷冷地表示自己不想玩，可众人却一直劝说许岩赶紧开始游戏，现场气氛一度陷入尴尬。那我先走了。许岩似乎还在为之前沈浩明的某些行为而生气，他没有过多的回应。沈浩明见状，心中的委屈与愤怒交织，他猛地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随后起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许岩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也将手中的酒一口喝干，最后回头看向沈浩明的眼神里分明藏着在乎。另一边，沈浩明和追出来的于一鸣在街边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喝起了闷酒。夜色渐深，街边的灯光昏黄而温暖，却照不亮他们心中的阴霾。于一鸣看着沈浩明失落的模样，忍不住说道：许岩今晚没有他的陪伴，其实也很失望。沈浩明苦笑着说自己已经用尽了所有办法，却还是没能挽回许岩的心。他赌气地说自己以后绝对不会打电话给许岩，要是打了就不姓沈。然而还没过2秒，酒精就冲昏了沈浩明的头脑。妍妍不会烦我的，她是爱我的，对不对，妍妍？妍妍，浩明，我跟你讲，你沈字被摘了啊！我不要沈字，妍妍，接我电话。与此同时，许岩送走众人后，独自一人在餐厅里喝酒。他强颜欢笑，试图掩盖内心的失落，可那微微泛红的眼眶和偶尔闪过的落寞神情，还是出卖了他的真实情绪。他嘴上说着自己很开心，可心里却空落落的。许岩离开餐厅后，坐车回家，在车上，他突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沈浩明在远处呼唤着他。当乔林准备送他回家时，许岩却突然说这不是他回家的路，随后让师傅掉头前往城东33号7栋。第二天清晨，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在许岩的脸上，他缓缓睁开眼睛，却发现自己和沈浩明睡在了一起，两人都脱光了衣服。原来昨晚于一鸣送醉酒的沈浩明回家后不久，乔林也扶着同样醉意朦胧的许岩来到了这里。两人脚步踉跄，眼神迷离，都固执地认为这里是自己的家。一进门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他们互相指责对方走错地方。这是我的酒吧，报什么警？这是我家，这是我的家，我家，我的家，我的。然而上一秒还在争吵得面红耳赤的二人，下一秒突然紧紧相拥，如同久别重逢的夫妻，亲密的难舍难分。你好美，老公，我觉得你超美。你终于回家了。你刚才听到我一直在喊你的名字吗？我就知道是你在喊我。这时许岩不经意间发现家里原本挂着的婚纱照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幅艺术照。沈浩明见状，急忙走到许岩身边，转过身露出后背，得意地表示艺术照上的人就是自己。说着他伸手拿走艺术照，那幅结婚照便完整地展现在二人面前。这一瞬间，
二人之间的关系也隐隐有了恢复到从前的迹象。随后他们的目光又被鱼缸中的观赏鱼吸引，两人兴奋地讨论起来，竟异口同声地表示想要把小鱼煎着吃了。可前一秒还在兴致勃勃计划吃鱼的二人，下一秒就突然吻在了一起，热情而炽烈。乔林和于一鸣看到这突如其来又火辣的一幕，无奈地对视一眼，只好将二人送到房间中去，这才有了今天早上这令人意外又惊喜的场景。乔林和于一鸣向二人讲述完昨晚的闹剧后，便以约会为由匆匆离开了，留下许岩和沈浩明二人独自在家。房间里弥漫着一种微妙而尴尬的气氛，为了打破这份沉默，许岩率先开口说自己要去上班，随后便开始四处寻找昨天落下的包。就在许岩准备离开时，沈浩明突然一个箭步上前，拦住了他的去路，顺势将他壁咚在墙上，眼神中满是深情与渴望，想要吻上去。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门外传来了脚步声，原来是沈浩明的妈妈来了。无奈之下，二人只能暂时停下，强装镇定，脸上却都带着一丝未消的红晕。等到外面没有动静，以为妈妈已经离开的二人，又一次想要继续拥吻。好想走了。走了。我还没走哦。可就在这时，妈妈突然又折返回来，手里还提着早餐，二人瞬间愣住，场面尴尬到了极点。沈浩明灵机一动，赶忙解释说他们在锻炼。妈妈看着二人这模样，心中已然明白，沈浩明成功追回了许岩，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吃饭时，妈妈提起沈浩辰成功晋级马术比赛，想要邀请朋友来家中做客，希望许岩能够帮助策划。许岩欣然同意后，便说自己要去公司拿文件，准备先离开。妈妈也趁机让沈浩明赶紧送许岩。终于，许岩再次坐上了沈浩明的奔驰大 G。在回去的路上，两人都不说话。沈浩明觉得气氛很是尴尬，便打开了车上的音乐。怎料刚打开，第一首歌竟然是婚礼进行曲，真是音乐都在助攻两人。奈何沈浩明就是不争气，由原来的好命歌转换成嘴硬歌，当着许岩的面就是不说自己的真心话。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许岩说起最近的研衣房终于步入正轨，终于回到以前正常的样子，自己也打算做更多的传统织染工艺的衣服。沈浩明也谈到自己与巴莱金的合作马上达成，接着邀请许岩和巴莱金夫妇共进晚餐。许岩很是爽快地答应了。不知道那个巴莱金先生喜欢喝果酒还是洋酒？行，我多备点。听完这些话的许岩想起昨晚的事情，说了句还要喝酒吗？此时的沈浩明还没有反应过来，一本正经说酒是个很好的东西，可以拉近大家之间的距离，提升好感。刚说完他就反应过来，让许岩明天不要喝了。我可以喝。两人说着对方能够听懂的话。这时许岩突然看到沈浩明的车油箱空了，忍不住提醒他一句：要加油了。我一定会加油的。你车该加油了。回到公司后，许岩在大家口中得知，自从他们在服装大赛获得奖项后，之前找麻烦的工厂也都保证继续合作。这件事情让他深刻意识到，只有自己变得强大了，才会被世界微笑对待。于是他让大家忙完这阵先回去休息，整装待发。然而就在这时，门外来了一个男人自称是古北镇经济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张丰玉，此次前来就是想让研一方宣传一下他们那里的非遗技术草木染。没想到正与许岩接下来的计划不谋而合，双方立即达成了合作。隔天，许岩将自己打扮一番，然后戴上婚戒，哼着小曲去参加聚会。可他刚下车就接到了史蒂夫的电话。史蒂夫为了挑唆许岩和沈浩明的关系，将巴莱金对沈浩明有3个月的考察时间说了出来，甚至表示沈浩明之所以帮研一房，就是为了稳住许岩不离婚，达成与巴莱金的合作。许岩听完后想起索菲亚给自己说的话，心中开始动摇，再加上史蒂夫的挑唆，据我所知，今天这个饭局就是为了让巴莱金夫妇相信你们是模范夫妻，感情稳定。他还买了营销号，准备在饭店附近偷拍你们俩，发些恋爱小通稿，做戏做全套。唉，如果沈浩明搞定了巴莱金的合作，他进董事会也就8九不离10了，没准还1时4秒。说完了吗？差不多了。我只是想提醒你，在生意场上，凡事还是要多一层考虑的。许岩虽然对此很是怀疑，但他还是换上一副笑脸走了进去。这一次他并没有坐在沈浩明身边，而沈浩明也发现了他的变化。他拿出了精心准备的礼物，感谢二人对研一方的帮助。巴莱金夫妇也微笑着回应，还提起了外面关于许岩和沈浩明离婚的传言。他们看着二人如今亲密的模样，认为那些传言应该不是真的。我的确是要感谢我老公，他在背后默默地帮我做了很多事情，甚至有一些都是我不知道的。然而当许岩和沈浩明送走巴莱金夫妇后，气氛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许岩放开了沈浩明的胳膊，眼神中带着一丝冷漠。他说自己已经帮忙演完了这场戏，二人各自的目的都已经达到了。沈浩明却急忙解释，承认之前的行为确实有在别人面前展示二人关系密切的意图，但今天他是真心想要展示二人之间真实的感情。这段时间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所产生的感情都是真实的。就在这时，许岩提起了拍照的事情，沈浩明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迅速发消息让陈琳前来。不一会儿，陈琳带着那个拍照的人出现了。沈浩明一脸严肃地说自己并不知道这个人想要干什么，他不会请这么笨的人来拍照。此时二人都清楚，有人想要对付沈浩明的公司，而幕后黑手还隐藏在黑暗之中，不知何时会再次出手。这不是我应该操心的事情，而是你。人情我已经还了，祝你接下来的合作一切顺利。随后许岩便转身准备离开。许岩看着沈浩明，心中五味杂陈，他觉得自己一直都没有看清沈浩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以后你想帮我，我会大方接受的。你和我之间的关系就保持各取所需就好，做不了夫妻就当朋友。保重。在公司里，沈浩明可谓焦头烂额。一方面，他和许岩之间闹了矛盾，关系陷入僵局；另一方面，公司里堆积如山的事务也让他分身乏术，根本无暇顾及其他。就在他深陷这些烦恼，心情低落至极点的时候，陈琳适时地提出了一个建议：去外面放松放松。陈琳说起古北镇正在举办民俗节，那里有扎染、草木染等传统工艺可以了解体验，说不定能让他的心情好起来。原本还愁眉不展的沈浩明听到这个消息后，瞬间眼睛一亮，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帮我处理一下公司的事，这几天我出差。另一边的许岩也从乔林那里得知了一个消息，张主任又一次发出了前往古北镇的邀请。许岩于是打算等手头这一批方案完成后，把业务交给乔林等人负责，自己则借着这个机会去古北镇放松一番，顺便了解一下草木染等传统工艺。然而当许岩满怀期待地来到古北镇时，沈浩明早已在这里安顿下来好些天了。他不仅当起了船夫，还拥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小电驴，在古镇里穿梭自如，仿佛已经完全融入了这里的生活。在主任的安排下，许岩开始了对古北镇文化和风景的探索之旅。为了让许岩之后能更深入地了解染布工艺，主任带着他一路游览，随后准备将他带到居住的地方。就在这时，许岩不经意间瞥见了一个熟悉的背影，那人正是前来拿走自己定制的龙舌兰风筝的沈浩明。许岩一时间有些恍惚，不确定眼前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自己认识的那个沈浩明。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主任已经带着他来到了住处，还贴心地给他配备了一台小电驴。第二天，有了小电驴的许岩也开始了他在古北镇的自由之旅。他穿梭在大街小巷之中，感受着古镇的独特韵味。最终他来到了草木染坊，在这里许岩和一群学生一起跟着染坊的老师认真学习各种有关草木染的知识。他不停地为那些色彩斑斓的布料拍照记录，为了以后研一方的业务做准备。然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沈浩明竟然也出现在了这里。眼前这个清爽帅气的沈浩明和之前那个浑身散发老前锋气质的他简直判若两人。更让人惊讶的是，沈浩明对老师提出的问题对答如流。他侃侃而谈，说起草木染的本质是将自然界中各种东西的颜色幻化在布料之上，还详细列举出了不同颜色的配方。看着突然出现在这里的沈浩明，许岩心里不禁泛起了嘀咕，怀疑自己是不是被盯上了。而接下来的事情更是让他始料未及。在染布环节，许岩和沈浩明竟然被分到了同一组，无奈之下，两人只好选择一起合作，这让他们不得不又一次面对彼此。当许岩开心地染出了自己想要的紫色布料时，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然而当他转头看见沈浩明时，笑容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脸严肃。布料染好后，许岩看着眼前那片美丽的紫色，心中满是成就感。这时他才发现沈浩明已经不见了身影。许岩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便回到住处。可当他准备走进房间，竟然意外地看见沈浩明出现在了这里。沈浩明，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说。这一整天下来，又是邻居又是同学，你想干什么？我是真的已经住在这里好几天了。此时的许岩心里充满了疑惑，他认定沈浩明是在跟着自己，而沈浩明则一脸无奈。他心里清楚，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他怎么也没想到，许岩会在这个时候来到古北镇。他原本只是想找个地方放松心情，了解一下传统工艺，没想到会在这里再次遇见许岩，还引发了这一系列的误会。我真不知道你已经来了古北镇好。随便你，无所谓。如果你不高兴，我可以走。不要在我面前出现就行。只是因为许岩随口说出的一句话，不要在我面前出现就行。沈浩明竟真的从许岩的视线中消失了。许岩回到房间，心情有些烦闷。这时手机突然响起，是姐姐打来的电话。许岩接起电话，告诉姐姐自己在这里过得很好，唯一不好的点就是遇见了沈浩明。乔林得知许岩和沈浩明之间的情况后，心里清楚许岩其实内心里还是有沈浩明的。他
他忍不住对许岩说起沈浩明为严一方和公司所做的帮助，称赞这是智慧的表现。乔林还说起二人感情危机之后，沈浩明从未对其他人表现出过兴趣，一直都在努力想要挽回和许岩的这段感情。然而许岩却觉得他们之间总是夹杂着利益的纠葛，这让他十分苦恼，始终不明白沈浩明到底想要什么。在一片困惑之中，许岩挂断了电话。与此同时，乔林正全身心地处理着公司的各项业务。林涛匆匆赶来，一脸焦急地说公司账户上已经没钱了，还差100万。乔林说起工厂那边着急出货，只能先挪用一部分钱去应急。林涛说完情况后便不再多言。就在这时，于一鸣前来找乔林，林涛见状便让乔林先去吃饭，自己留下来处理这些事情。那你来了我就不加班了呗。走了啊。哎，哦，帮我把电脑关一下吧，谢谢。好。然而林涛之后那转变的眼神，让人隐隐感觉到他似乎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打算，仿佛即将走上一条黑化的道路。另一边，许岩发现隔壁房间的沈浩明已经退房，住进了一对甜蜜的小情侣。去上课的时候也没有看到沈浩明的身影，心思早已不在染布上的许岩，不知不觉来到了第一次遇见沈浩明的风筝店。他站在店里，目光被那些五彩斑斓的风筝吸引，便向老板问起龙舌兰风筝的事情。从老板口中，他得知那个定制龙舌兰风筝的人果然就是沈浩明。老板还告诉他，这古北镇上面的各种设施都有金达集团的参与，而且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沈浩明也来这里学会了制作风筝，之后便前去学习草木染了。此时的许岩才恍然大悟，原来沈浩明真的没有欺骗自己，二人之间的相遇真的是巧合。这个我要啊，不过我还想定制一个龙舌兰的风筝。然而此时的沈浩明却独自住在湖边的房车里。自从许岩说出不想见到他后，他只能选择离开，默默地躲着许岩。他向陈琳倾诉自己真正来到古北镇的原因，原来是因为得知许岩要开设草木染系列，自己这次前来就是为了深入了解这个事情。之前许岩因为巴莱金的事情生气，他只能默默地去做这些准备。说着说着，沈浩明突然想起了主任要选择话剧角色的事情，于是立刻起身前往。另一边，晚上许岩回到住处，意外听到小情侣兴奋地谈论着有话剧排练，可以去看看。这引起了许岩的兴趣，他决定也去凑个热闹。当许岩来到话剧排练现场后，竟然意外地发现舞台上的演员中竟然有沈浩明。而此时的沈浩明也发现了台下的许岩，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立刻撒腿就跑。许岩则不紧不慢地骑着小电驴跟在沈浩明的身后。你躲着我干什么？我没有。我会吃掉你吗？我困了。困了还是心虚了？此时的许岩还以为沈浩明要搞花样，然而沈浩明真诚地告诉许岩，自己是真心想要学习草木染，就是为了之后能够和许岩有更多共同的话题，希望许岩不要认为自己在演戏。不用刻意躲着我。我还可以当你的同学吗？别迟到就行。从那之后，二人又一次成为了同学。他们不仅一起骑着小电驴在古镇里游玩，还一起参观更多的染布技术，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在不知不觉中拉近。然而就在他们参观的时候，一幅精美的布料图片出现在众人面前，大家都被那绚丽的色彩和细腻的纹理所吸引，纷纷询问制作这块布料的师傅。可得到的消息却让人有些失望，原来制作这个布料的古北镇师傅3年前就不做蜡染了。就在大家都感到惋惜的时候，沈浩明突然想起自己认识这位师傅。这个出大师，我倒是认识。你认识？沈浩明带着许岩来到蜡染初师傅的宅院前，初师傅热情地将二人迎进屋内，初师傅亲自泡上茶招待二人。我们在染布坊的展厅里看到了您的蜡染作品，实在是太惊喜了。然而当许岩提及希望将初师傅的作品推向市场时，初师傅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他愤怒地说道自己早已不再做蜡染，那些作品宁愿烂在家里，也绝不愿被拿到外面去售卖。说着他竟将二人面前杯子里的茶水一股脑倒掉。沈浩明和许岩无奈只能暂时起身离开。走出宅院，许岩心情低落，他自责可能是自己的话太冒犯了，但院子中的蓝色染布又让他觉得初师傅并非真的讨厌染布，背后定有隐情。带着满心疑惑，许岩和沈浩明找到了镇上的百事通，从他口中，二人得知了初师傅的婚姻过往。曾经初师傅和初师娘在苗族村寨一见钟情，那是一场浪漫而美好的邂逅。之后二人来到这里，一个负责画布，一个负责染布，配合默契，生活虽不富裕却也温馨。但好景不长，随着时代的发展，初师傅坚守传统，不愿接受新的技艺和理念，而初师娘则觉得初师傅固步自封，挣不到钱没出息，矛盾逐渐积累，终于二人分道扬镳。许岩这才恍然大悟，初师傅不肯再做蜡染，或许是因为那段失败的婚姻让他失去了继续创作的动力，那蓝色的染布里藏着他对过去的眷恋与伤痛。另一边，公司里的乔林因贷款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最终还是病倒了，感冒咳嗽不断。林涛看着生病的乔林，打算叫于一鸣过来帮忙，乔林却觉得这只是小事，不
用麻烦别人。随后林涛为了缓解资金压力，按照严一方的规模，贷款或许能缓解公司的危机。说着这些后，他拿出体温计给乔林量体温，发现他发烧后，立刻拉着他去开药，然后送他回家休息。做完这一切之后，林涛返回公司帮乔林取手机。就在这时，于一鸣的电话打了过来。林涛将之前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于一鸣，二人约定在乔林家楼下见面。于一鸣赶到后接过手机，向林涛表示感谢，便匆匆上楼照顾乔林。而林涛站在楼下，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神情，让人隐隐觉得他即将走上一条黑化的道路。第二天，许岩和沈浩明再次来到初师傅的门前，他们诚恳地向初师傅讲述着接受新事物的重要性。只有不断交流和创新，作品才能充满活力，才能走得更远。然而初师傅依旧固执地摇头，坚持自己的想法，不愿做出改变。就在初师傅准备转身回屋时，许岩鼓起勇气说道：所以你根本不是抗拒蜡染，而是不敢直面自己的内心。如果像您所说的不再蜡染了，那后院的板蓝做什么用呢？不再做蜡染，或许是因为没有了初师娘来配合染色，那段感情成了他心中的结。初师傅的身体微微一震，但还是关上了门。走出初师傅的家，许岩和沈浩明漫步在古镇的街头，他们谈论着初师傅，都觉得他不是染不出那种独特的蓝色，而是曾经陪伴在他身边的人已经离去，那份孤独和失落让他失去了创作的热情。初师傅之前是因为非常想要控制自己的生活才导致这样。那所以呢？你的控制欲治好了吗？治疗当中。当初师傅的故事与许岩、沈浩明的情感轨迹惊人相似。许岩决心助力初师傅与初师娘重拾往日温情，为此他特意前往初师娘经营的小货摊，以学习染布技艺为契机，巧妙邀请初师娘共度一段时光。在交流中，许岩巧妙地将话题引向在艺术展厅中初师傅的杰出作品，并透露出初师傅目前生活困顿，不愿与人交流的现状。初师娘在交谈中意外发现许岩竟知晓他们夫妻间的过往，心中不禁泛起涟漪。我今天之所以来找您，就是想告诉您，初大师其实没有放弃蜡染技术，他所谓的找不到生活的那一抹蓝，说白了其实就是跟您。行了。初师娘误以为许岩是初师傅派来的说客，心中顿生不悦，未等许岩进一步解释，便气冲冲地转身离去，不慎将头上的银发簪遗落在了地上。这枚发簪承载着他们往昔的深情与回忆，此刻却静静地躺在地上，仿佛在诉说着一段未了的情缘。与此同时，沈浩明打来电话，带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他在蜡染展厅偶遇了初师傅。初师傅不仅现身展厅，还办理了年卡，且全程戴着口罩，似乎在刻意隐藏自己的身份。当沈浩明试图上前相认时，初师傅只是匆匆摆手，便消失在了人群中。这一系列举动让沈浩明和许岩意识到，初师傅或许正在默默做出改变，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挽回与初师娘的感情。这种默默的努力与沈浩明自身曾经的经历不谋而合，让他更加坚信初师傅的真心。就在此时，细心的百事通发现了许岩身旁的银发簪，正是初师傅昔日赠与初师娘的定情之物。是结婚时老初送他的，戴几十年了。这一发现让许岩和沈浩明看到了缓和初师傅与初师娘关系的契机，他们决定携手为这对曾经的恋人创造一次重逢的机会。沈浩明带着发簪找到初师傅，谎称是初师娘托他带来的，并告知初师傅，初师娘正在山顶的咖啡店等待他。初师傅心中虽有疑虑，但终究还是抵不过对初师娘的思念，决定前往一试。另一边，许岩也找到了初师娘，告诉她发簪丢失后被初师傅捡到，现在初师傅正在山顶咖啡店等她。初师娘听后怒气冲冲地前往，心中却也藏着一份难以言说的期待。然而当两人在山顶咖啡店重逢时，本以为会是一场温馨的重逢，却意外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两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最终不欢而散，在许岩和沈浩明面前分道扬镳。沈浩明见状急忙追上初师傅，坦诚自己虽然欺骗了他，但出发点是为了给他们创造和解的机会。他分享了自己曾经因面子问题而失去心爱之人的遗憾，强调无论尝试多少次，追回心爱的人都是值得的。他还提到初师娘多年未再婚，且一直佩戴着初师傅送的发簪，这足以证明他们之间的感情依旧深厚。另一边，许岩也拦住了初师娘的去路，他耐心地解释初师傅想要复合的真正原因，并非贪图初师娘的染布技艺，而是因为初师傅在失去初师娘后，创作灵感也随之枯竭。他强调他们之间的感情纯粹而真挚，与沈浩明和自己的感情一样，都是基于深厚的爱意与相互的理解。许岩还拿出了初师傅学习新展品的视频，证明初师傅一直在努力提升自己，希望以更好的姿态回到初师娘身边。初师娘在许岩的劝说下，心中的坚冰逐渐融化。她回想起与初师傅共度的点点滴滴，那些曾经的欢笑与泪水，都成为了他们感情中最宝贵的财富。她意识到，尽管时间流转，世事变迁，但他们之间的感情依旧如初，那份纯粹与真挚从未改变。我不信，他连当面承认都不敢，靠别人来说算什么？谁说我不敢？再帮我染一次吧。
我要的是那个染骨的人。最终，在许岩和沈浩明的精心撮合下，出师傅与出师娘终于放下了心中的芥蒂，重新走到了一起。他们的重逢不仅是对过去的一种弥补，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他们明白，真正的爱情需要经历风雨的洗礼，才能更加坚韧与珍贵。而这次的重逢，正是他们爱情故事中最美好的篇章。晚上，许岩去看沈浩明参演的话剧，看着沈浩明在台上为了挽回自己，扛了那么多的米袋，很是动容。如果你再次问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会跟你说，我是那个发现我自己还是爱着你的人。沈浩明借着话剧表演的独特氛围，将内心深处对许岩的深情缓缓道出，每一个字都承载着他深沉而炽热的情感。话剧落幕，两人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悸动，不顾一切地冲向对方。在柔和的月色下，他们的唇瓣轻轻相触，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之静止，只留下两颗心在热烈的碰撞与交融。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方磊正与韩卫平家中喝酒。醉意渐浓的方磊开始不自觉地回忆起自己的留学生活，韩卫平则表面装作倾听，实则暗藏心机，一步步引导方磊吐露更多关于沈浩明与他姐姐的过往。得知沈浩明曾与方磊的姐姐有过一段感情，甚至姐姐还意外怀孕的消息后，韩卫平的眼中闪过一丝算计的光芒。怀孕了，孩子是谁的？韩卫平带着这份珍贵的信息，找到了他的干爹金达集团的曲总。曲总身旁站着的是屡次对许岩使绊的史蒂夫。面对韩卫平的汇报，曲总并未多言，只是冷冷地挥出一棍，打在了韩卫平的手上，惩罚他这么久还没有得到有关的信息。无奈韩卫平为了获取更多情报，忍痛继续从方磊那里下手。而此时的方磊似乎已对这位一直照顾他的男人产生了情愫，不仅对他关怀备至，还主动说起之后为他挑选西装。然而当韩卫平提及许岩与沈浩明复合的消息时，沈浩明和许岩复合，但不会再离婚了。方磊的心瞬间沉入了谷底，他终于意识到沈浩明的心中从未有过他的位置，是时候放下这段无望的感情了。韩卫平趁机追问方磊姐姐怀孕的细节，但方磊却不愿再提及那段痛苦的回忆，只是淡淡的说自己当时喝多了。演艺方内一场突如其来的资金危机打破了原有的平静，林涛焦急的四处奔波，却始终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最终他们不得不求助于老家的金融机构。然而乔林在匆忙中未仔细审阅合同，便草率地盖上了公司的印章，这也为日后的麻烦埋下了伏笔。而另一边，沈浩明则沉浸在与许岩复合的喜悦中，同时他还成功与巴莱金先生达成了合作，事业可谓双喜临门。回到公司后，他兴奋地向父亲汇报了自己打算拿下一块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地块的计划，并表达了自己对开发该地块的信心与决心。这段时间的出色表现赢得了父亲的认可与赞赏，父亲决定在下周的董事会上正式宣布沈浩明进入董事会，这无疑是对他能力与努力的最高肯定。同时父亲也语重心长地告诫沈浩明，未来无论在事业还是感情上，都要以诚信为本，伪造感情的美好经历或许能暂时掩盖真相，但终究无法长久。沈浩明深知父亲话中的深意，他联想到自己与许岩之间的感情，正是因为坦诚相待，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他也明白未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守诚信的原则，与许岩携手共创美好未来。你们和好，我和妈妈等着。最重要的是，浩辰一定会非常的高兴。是的。蒋亮得知许岩与沈浩明复合的消息后，心中虽有失落，但更多的是对许岩的祝福。他找到许岩，表达了自己愿意成为他坚实后盾的意愿，就像乔林一样，成为他永远的娘家人。许岩被蒋亮的真诚所打动，他深知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幸福，也珍惜与蒋亮之间的这份深厚情谊。回到家中，许岩与沈浩明、沈浩辰围坐在一起，享受着难得的温馨时光。他发现沈浩辰的心理状态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再是那个孤独封闭的男孩，而是变得开朗自信起来，这让他感到无比欣慰，也更加坚信他们之间的生活将会越来越美好。曲总身为沈父多年得力帮手，看着沈浩明长大的人突然主动找上门来。沈浩明深知曲总此行目的不纯，但出于礼节和表面的和谐，还是特意安排人泡上了曲总最爱喝的大红袍来招待他。两人坐在会议室里，表面上客客气气，实则暗流涌动，彼此都心怀鬼胎，却又都默契的没有点破对方的意图。曲总在离开沈浩明的办公室后，坐在车里开始盘算起股份的事情。经过一番分析，他发现目前自己在股份上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于是一个恶毒的计划在他心中成型。他打算让韩卫平去深挖沈浩明孩子的事情，一旦这个秘密被曝光，他就可以利用舆论的压力，在后续的股份争斗中轻松占据上风。韩卫平接到曲总的指令后，开始四处寻找突破口。这时他得知陈琳正为女朋友生日的事情而苦恼，韩卫平眼珠一转，觉得这是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他主动找到陈琳，表示自己愿意在女朋友生日那天帮忙送沈浩明回家。陈琳正为如何安排沈浩明的行程而发愁，听韩卫平这么一说，便欣然答应了。到了晚上，韩
韩卫平如愿以偿地送沈浩明回家。将沈浩明送上楼后，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离开，而是悄悄地脱下鞋子，蹑手蹑脚地在房间里开始寻找有关沈浩辰的消息。经过一番仔细的搜寻，他终于在一个隐蔽的角落发现了藏着秘密的保险箱。然而，当他尝试用沈浩明的生日和车牌号作为密码时，却都以失败告终。就在韩卫平感到有些沮丧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许妍。他想起沈浩明和许妍结婚的日子是2023年9月20号，心中一动，便试着输入了这个日期。没想到保险箱咔嗒一声，竟然成功打开了。第二天，各大新闻网站和媒体纷纷开始报道金达集团的事情，他们大肆宣扬金达集团内部高管未婚生子的丑闻。一时间，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股东们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要求沈父和沈浩明前来召开股东大会，要他们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此时的沈浩明也发现了保险柜里的亲子鉴定报告不见了，他心急如焚，立刻安排管家将沈浩辰接回家，生怕孩子受到任何伤害。同时，他让陈琳想办法将媒体上所有的新闻全都撤下来，强调这涉及到孩子的身心安全，必须尽快处理。然而，流言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入了沈浩辰的耳朵里。在学校里，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学开始对沈浩辰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沈浩辰，你今天有名了，成大明星了。啊？什么意思啊？你哥其实是你爸这件事儿，你不会不知道吧？你们再胡说八道，信不信就打死你！别打了！老师虽然及时出面阻止了同学们的不当行为，但沈浩辰的心里还是留下了深深的芥蒂。在跟着管家回去的路上，沈浩辰拿出手机，看到了网上那些关于自己的流言蜚语。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的眼神中充满了迷茫和痛苦。真相暴露后，金达集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股票开始一路下跌。曲总看到这个局面，心中暗自得意，他也开始准备收购更多的股份，企图进一步掌控金达集团。董事会上气氛紧张的如同即将爆炸的火药桶，曲总率先发难，说起目前外界传出的风波，言辞犀利地指责沈浩明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众人也纷纷附和，一直强调股票跌落的事情，要求必须立刻做出回应，否则公司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后果。就在众人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沈浩辰突然出现在了会议室门口。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我们在开会，你先出去吧。你回答我，你到底是不是我爸爸？沈浩明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他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先将沈浩辰抱出去。面对沈浩辰的质问，沈浩明却无言以对，他不知道该如何向孩子解释这一切，他只能让陈琳先送沈浩辰回家，承诺之后再向他解释清楚。然而等到沈浩明回到会议室的时候，却发现沈父再也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压力了。面对这么多人的谴责，沈父的脑袋一片空白，身体也开始摇摇欲坠。沈浩明赶紧上前扶住父亲，在众人的注视下，缓缓离开了会议室。大家拭目以待了啊！看看这位老大哥能拖到什么时候？目前市面上有好几家公司都在大批量收购金达的股票，最多的是思拓建筑，收购了多少？3.7%，还在不断增长。沈浩辰身世曝光，给金达集团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公司股票价格下跌。曲总瞅准这个绝佳时机，开始大批收购金达集团的股票，妄图进一步掌控公司的命脉。然而命运似乎并不打算轻易放过这个已经陷入困境的家庭。就在曲总大肆收购股票的同时，沈浩辰竟私自跑下车，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这个年幼的孩子在突如其来的舆论风暴下，内心充满了恐惧与迷茫。他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逃避眼前的混乱。独自坐在路边的沈浩辰，眼神中满是无助与彷徨。这时韩卫平意外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韩卫平深知沈浩辰此刻最渴望的是什么，他巧妙地利用了孩子对母亲身份的好奇，声称自己能够带着他去见到亲生母亲。那你想不想知道你妈妈是谁？想。那我带你去见她。年幼的沈浩辰哪能抵挡得住这样的诱惑，于是便跟着韩卫平上了车。车子一路驶向一个偏僻的地方，最终停在了一座破旧的建筑前。韩卫平让沈浩辰暂时待在阴森的建筑中，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等会儿会把他的妈妈接来这里。单纯的沈浩辰信以为真，乖乖地留在了那里，却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陷入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之中。另一边，沈浩明在得知沈浩辰失踪的消息后，心急如焚。就在这时，他接到了韩卫平发来的照片，照片中显示沈浩辰就在永祥大厦。沈浩明立刻通知警方前往救援，同时打电话让许妍跟着自己一起去接沈浩辰。当他们匆匆赶到永祥大厦时，终于发现了背后搞鬼的人正是韩卫平。沈浩明怒不可遏，立刻追上去拦住了韩卫平，将他狠狠打倒在地，并厉声质问他沈浩辰的下落。得知消息后，他立刻通知许妍前去。在众人的努力下，终于将沈浩辰从那座破旧的建筑中接了出来。然而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刚走出大厦，外面竟然全是记者，他们纷纷围上来问其有关沈浩辰的事情，场面瞬间变得混乱不堪。沈浩辰本就脆弱的心理防线在这一刻彻底崩溃，他突然挣脱了沈浩明的怀抱。看来沈浩辰也很
很想知道真相，能不能告诉我们真相是什么？为了尽快解决这场混乱，保护孩子不再受到进一步的伤害，许妍大声说道自己就是沈浩辰的妈妈，并恳请记者们不要对孩子造成心理伤害。在许妍的恳求下，众人终于渐渐散去，他们也得以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第二天回到家中，沈浩辰仿佛变了一个人，他静静地坐在房间里，面对端上来的饭菜一动不动，一个人默默地坐着，话也不说。他的眼神空洞而迷茫，众人才意识到这次身世曝光的事情对沈浩辰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与此同时，沈父这边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曲总凭借这次身世风波引发的危机，成功收购了16%的股份，在金达集团的势力进一步扩大。沈父和沈浩明这才如梦初醒，明白了金达内部的鬼和出卖沈浩辰身世的人就是曲总。此时的曲总也不再伪装，他得意洋洋地宣称自己就是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他诉说着自己多年来在公司被排挤的委屈，这次终于有机会坐上头部的位子。既然已经鱼死网破，他也不再在乎什么情面和规矩。哎，大侄子，韩卫平是你的律师吧？他是我的干儿子。然而就在曲总得意忘形的离开时，沈父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晕倒在了地上。众人惊慌失措，赶紧将他送往医院进行急救。经过一番紧张的抢救，医生告知众人，沈父脑部出血，虽然目前病情已经稳定下来，但暂时还在昏迷之中。他们才明白，一切似乎已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另一边，许妍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沈浩辰面对他的各种劝说，就像一块木头，毫无反应，听不进去任何话。许妍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只能留在房间内默默地陪着他，希望能用自己的温暖和关爱慢慢融化孩子心中的坚冰。就在这时，乔林来到了这里，他告诉许妍，于一鸣已经去医院照顾沈父了，自己这次前来是希望许妍在照顾别人的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公司的事情他会处理好。然而看着林涛不易察觉的表情，隐隐感觉到严一方内部似乎也有一场危机正在悄然酝酿。谁也没料到林涛自始至终的念头竟从未有过丝毫动摇。我想干的从始至终都没变过，和于一鸣分手，跟我回老家结婚。这一真相的突然揭露，瞬间让乔林清醒过来，他这才惊觉，原来长久以来与林涛相处的每一刻，都不过是他精心编织的谎言。以严一方现在的运营情况，根本达不到银行的放贷标准，还不是因为看了我那张报表才瞒天过海。得知这样的欺骗行为，那可是要吃牢饭的。结果林涛却吓乔林，说摄像头拍的有盖章动作，自己没有抢过，而且公司法人是许妍，只要和自己闹翻，那许妍就去吃牢饭。一听到这里，乔林也不笨，于是假装讨好说那怎么办。林涛一看乔林软下来了，就说只要和自己去老家结婚，自己就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于是乔林就先稳住他，可林涛也不笨，就让乔林立马搬走和一鸣分手。于是乔林就开始躲着一鸣，连上班都是对方走了才出发，结果还是碰到了并且扭伤。这一扭伤不要紧，林涛得知后赶来让乔林当面和一鸣分手，这才让乔林难办。好在聪明的乔林还有一招，那就是不正眼看一鸣，这样一鸣也能感觉不对劲。于是在戒指给出去后，一鸣就在家里蹲点，在乔林搬家时出现，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结果乔林却说都是成年人，是不是要成熟点？这一句话一出，一鸣感觉不对，因为不成熟这个说的一直都是林涛之前死缠烂打，所以他联系了许妍，而妹妹许妍刚好已经忙完赶回来。于是知道这件事情后，许妍表示事情不正常，因为银行那边也不是吃素的，这种假的账目不可能看不出，毕竟可是要层层考核的。于是乔林拿出录音，当时林涛请他吃饭说账目的事情，自己就立马拿笔记录。现如今他自己做假的账目都录得清清楚楚。随后许妍表示给贷款的小芳应该有问题，乔林这才想起来当时签合同自己要请他吃饭，林涛好像很害怕两人接触，连电话都不让给，所以姐妹两个准备演戏套路林涛后去接触小芳。随后许妍还让乔林和男友实话实说。随后得知这些后，一鸣表示这些自己都不责怪，因为经历了这么多以后，两人早就不是单纯的谈恋爱，而是各自都懂各自的心。随后许妍就在开会时故意表示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让乔林去天津出差。随后林涛还没开口问，许妍就说最近对接几个新厂，需要林涛这个财务把报表整理出来。随后乔林也说自己只去一天后就回来和他吃饭，到时候回老家结婚。林涛想着自己有把柄，所以乔林必定不会走，于是就在约定的这天开始准备求婚的场景。殊不知等自己单膝下跪，等来的却是一鸣和乔林。乔林表示自己找了小芳，小芳给自己看的账目是公司实实在在的账目，林涛并没有作假，只是在吓自己。看在林涛还有点良心，自己可以不追究。于是就这样，林涛和乔林也彻底完了。而经历过这么多以后，一鸣也和乔林走进了婚姻，并且拍了自己喜欢的风格，而林涛也回到了老家，继续自己的新生活。自此乔林、林涛和一鸣的结局
也就此结束。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沈家也遭遇了重大变故。沈父突然心跳停止，生命危在旦夕。医生们迅速展开抢救，经过一番紧张而有序的操作，终于将沈父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各项生命指标也逐渐恢复到了正常水平。得知消息后，许岩立刻赶到医院，承担起照顾沈父沈母的重任。他温柔地劝解沈母不要过度担忧，同时承诺会照顾好沈浩辰，让沈母安心。这样好不好？您回去陪陪晨晨，我留下来，好吗？好。在楼梯间，许岩找到了情绪崩溃的沈浩明。这位平日里坚强的男人，此刻却显得如此脆弱。面对接踵而至的打击，即便是他也感到难以承受。许岩轻轻地将他拥入怀中，希望用自己的温暖给予他片刻的安宁。沈浩明声音颤抖地诉说着，这么多年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父亲总是能稳如泰山地解决一切。但这次，当他亲眼看到父亲心脏骤停的那一刻，他第一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慌张。他害怕这座一直为他遮风挡雨的大山会突然倒下。许岩默默地听着，虽然无法为他分担所有的痛苦，但他愿意成为他坚实的依靠。之后，沈母决定回家照顾沈浩辰。他看着房间里沉默寡言的儿子，心中充满了忧虑。在他的耐心劝导下，沈浩辰终于同意和他一起出去散心。然而就在他们走出家门不久，意外地发现有人在暗中偷拍。这一幕再次触动了沈浩辰敏感的神经。不许拍我！收起来！他情绪激动地跑回了家中。当沈浩明赶回家时，发现沈浩辰已经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之前的哭声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心中一紧，意识到情况不妙，于是果断地撞开了门。只见沈浩辰昏倒在房间中，脸色苍白如纸。他立刻联系了医生，经过一番紧急处理，医生告诉他们，沈浩辰是因为长时间进食过少导致的低血糖而晕倒，而且已经出现了轻微的自闭症状，必须及时接受治疗。面对这一连串的打击，许岩等人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先带着沈浩辰回到乡下的姥姥家休养，而沈母则留在医院继续照顾沈父。当沈浩辰来到姥姥家时，姥姥看着这个状态不佳的孩子，心中充满了怜爱。她拉着沈浩辰的手，一起走进家中，为他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然而沈浩辰却依然像之前一样，只是吃了很少的一点。饭后，许岩向姥姥讲述了沈浩辰最近所遭受的打击，希望在乡下的宁静环境中，他能够逐渐恢复过来。姥姥听后默默地点了点头，心中已经有了打算。其实除了血缘关系，人与人之间，其实更重要的是真情换真情。第二天清晨，姥姥看着依然食欲不振的沈浩辰，突然提出了一个建议，让他去掰玉米。他还特意让沈浩明也跟着一起去，说是要让他体验一下劳动的乐趣。为了激发沈浩辰的积极性，姥姥还使出了激将法，说他在自己这里白吃白住，必须要干活才能弥补。在众人的鼓励下，沈浩辰终于背上了背篓，踏上了前往玉米地的路途。到底怎么回事？晨晨，他不是你的孩子，是我用伪造的亲子鉴定替换了真正的结果。许我耀眼的大结局来了，于一鸣和乔林修成正果，许岩和沈浩明双双成就。他们一个成了金达总裁，一个带领严一房陪在丈夫身边。如果许总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进行签约仪式。沈总，合作愉快。合作愉快。结局很美满，但过程真的很心酸。方磊拿出的这份检测报告太伤人，女人不知道他们为了安抚孩子付出多少。两人带着晨晨回乡下散心，也是在姥姥这里。谁也没料到林涛自始至终的念头竟从未有过丝毫动摇。我想干的从始至终都没变过，和于一鸣分手，跟我回老家结婚。这一真相的突然揭露，瞬间让乔林清醒过来，他这才惊觉原来长久以来与林涛相处的每一刻，都不过是他精心编织的谎言。以严一方现在的运营情况，根本达不到银行的放贷标准，还不是因为看了我那张报表才瞒天过海。愤怒与失望交织之下，乔林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他打算揭发林涛做假账的恶行。然而林涛却在此刻抛出了许岩作为挡箭牌，还狡猾地指出公司文件上的印章是乔林亲手盖下的。他给乔林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他在1个星期内与于一鸣分手。就在这一连串的风波中，严一方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仿佛风雨中的小船，随时可能被巨浪吞噬。与此同时，另一边的沈家也遭遇了重大变故。沈父突然心跳停止，生命危在旦夕。医生们迅速展开抢救，经过一番紧张而有序的操作，终于将沈父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各项生命指标也逐渐恢复到了正常水平。得知消息后，许岩立刻赶到医院，承担起照顾沈父沈母的重任。他温柔地劝解沈母不要过度担忧，同时承诺会照顾好沈浩辰，让沈母安心。这样好不好？您回去陪陪晨晨，我留下来，好吗？好。在
在楼梯间，许岩找到了情绪崩溃的沈浩明。这位平日里坚强的男人，此刻却显得如此脆弱。面对接踵而至的打击，即便是他也感到难以承受。许岩轻轻地将他拥入怀中，希望用自己的温暖给予他片刻的安宁。沈浩明声音颤抖地诉说着，这么多年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父亲总是能稳如泰山地解决一切。但这次当他亲眼看到父亲心脏骤停的那一刻，他第一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慌张。他害怕这座一直为他遮风挡雨的大山会突然倒下。许岩默默地听着，虽然无法为他分担所有的痛苦，但他愿意成为他坚实的依靠。之后，沈母决定回家照顾沈浩辰。他看着房间里沉默寡言的儿子，心中充满了忧虑。在他的耐心劝导下，沈浩辰终于同意和他一起出去散心。然而就在他们走出家门不久，意外地发现有人在暗中偷拍。这一幕再次触动了沈浩辰敏感的神经。不许拍我！收起来！他情绪激动地跑回了家中。当沈浩明赶回家时，发现沈浩辰已经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之前的哭声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心中一紧，意识到情况不妙，于是果断地撞开了门。只见沈浩辰昏倒在房间中，脸色苍白如纸。他立刻联系了医生，经过一番紧急处理，医生告诉他们，沈浩辰是因为长时间进食过少导致的低血糖而晕倒，而且已经出现了轻微的自闭症状，必须及时接受治疗。面对这一连串的打击，许岩等人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先带着沈浩辰回到乡下的姥姥家休养，而沈母则留在医院继续照顾沈父。当沈浩辰来到姥姥家时，姥姥看着这个状态不佳的孩子，心中充满了怜爱。她拉着沈浩辰的手，一起走进家中，为他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然而沈浩辰却依然像之前一样，只是吃了很少的一点。饭后，许岩向姥姥讲述了沈浩辰最近所遭受的打击，希望在乡下的宁静环境中，他能够逐渐恢复过来。姥姥听后默默地点了点头，心中已经有了打算。其实除了血缘关系，人与人之间，其实更主要的是真情换真情。第二天清晨，姥姥看着依然食欲不振的沈浩辰，突然提出了一个建议，让他去掰玉米。他还特意让沈浩明也跟着一起去，说是要让他体验一下劳动的乐趣。为了激发沈浩辰的积极性，姥姥还使出了激将法，说他在自己这里白吃白住，必须要干活才能弥补。在众人的鼓励下，沈浩辰终于背上了背篓，踏上了前往玉米地的路途。老人家给大家出了主意，让孩子边种地边适应。他们父子一同协作，慢慢地安抚孩子，让他渐渐打开心结，一点点地接受真相。也是在一天过后，沈浩辰打开冰箱一无所获，跑去买吃的时候，男孩在岔口走丢。沈浩明醒来疯了一样跑出去，这么多天他第一次训了他。我在这儿，招呼都不打，走出来干嘛呢？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看到儿子跑坏了鞋，男人立马蹲下，把衣服披在儿子身上，轻轻把他背回了家。而沈家的困境远远没有结束，沈爸爸躺在床上昏迷不醒。为了拿回父亲的心血，沈浩明以父亲白手起家的企业金业公司的名义，拿出沈家自己的积蓄，参与新地块的投标。沈浩明与黄总一起给曲总安排了一场大戏。他们先是故意做出一副疏远的样子，引诱曲总上钩，套出男人投标的内幕后，一举揭发了这个不择手段的畜生。金达董事长许明成主导策划了这场彻头彻尾的围标行动。男人被叔叔当场带走，沈家父子笑到了最后。其实沈爸爸早就醒了，他一直的装睡，只是为了麻痹这个男人。方磊突然良心发现留下的报告，让所有人都失了分寸。沈浩辰是姐姐和别人的孩子，大家都很生气。他们在乎的不是真相，而是沈浩辰的感受。方磊，你根本就不是人。你有没有想过晨晨未来怎么办？晨晨以后怎么办？晨晨现在好不容易认了浩明做爸爸，你知不知道我们做了多少努力？他做了多少努力？在得知沈浩辰身世真相的那刻，沈浩明一把撕掉报告。和许燕一样，他一如既往地爱着这个孩子，不管孩子和自己有没有血缘关系，他们都是沈浩辰的父母。韩卫平则是走了狗运，男人在扳倒沈浩明后就被卸磨杀驴，恰好躲过了这场风波。方磊走了，再也没脸留在国内。临别和韩卫平见了最后一面。你跟我一起走吧，你就是个烂人，还不如就烂在我手里，免得你去祸其他人。至于许岩，他完成了自己的梦想，把奶奶接到大城市，他们一起过节，一起包饺子，也完成自己最终的目标，把命运抓在自己的手里。最新的地块开发，沈浩明用金业的名义投标，以合作的方式交于金达一起开发。男人借此成功入驻董事会，成为金达集团新任总裁。但新地块的发展，他离不开许岩的支持。就有请我们特聘的艺术总监，国风潮牌著名的严一方创始人。各位董事你们好，我是许岩。许岩负责设计，沈浩明负责盖房子。
原本两两相厌、互相利用的一对骗子，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夫妻。他们会一起出发，一起向前，一起在合同上落笔，用最爽的方式给我们带来最好的大结局。不惜雇人伪装自己的父母。资料上个星期就已经给到过了，我希望二位能够熟背，不要有任何意外发生。您的专业是 Environment Build。他亲手打造自己的名媛人设，父亲是外国知名大学的教授，自己则是在国外刚刚回国。男方母亲却微微一笑，她不相信徐岩真的出身名门。这所大学我去年去参观调研过，校内食堂很糟糕，都是白人餐，倒是有家中餐馆，北京烤鸭非常地道。你们去吃过吗？徐岩对此早有准备，他不仅带着两人出国一趟，还在附近做了超级详细的实地调研。TF Chance 吧，我跟妍妍爸爸那是经常去的，不过那家是川菜馆，没有北京烤鸭的，招牌菜呢是麻婆豆腐。但对方还是不肯相信，接着就问起徐岩父亲的工作，因为他这个教授在网上查不到任何记录。我爸爸他是不授课的，他只担任校内研究所的研究员，所以可能国内的百度上确实查不到。为了让对方相信，徐岩还准备了父亲的很多著作，就连原作者的签名都被这个演员临摹了很多次。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是因为孙浩明带自己回家的时候，徐岩只能尴尬地站在一旁，甚至在这些阔太太的眼中，徐岩连条狗都不如。我们家布丁啊，就是个傻狗，除了长得好看，啥也不是。孙太太故意看着许岩出丑，就连下人都能感到许岩的格格不入，孙太太自然也不例外。她故意排挤许岩，把她当下人一样使唤，让女孩跑腿去拿外卖，话里话外都是嘲讽。我在会所点了几个菜，一会儿做好之后你去取一下，中门右拐你能找到的。小许，今天人多，也没法跟你好好聊聊天。一会儿啊，把餐取回来之后就交给阿姨，你先回去吧。第二次再见男方家长，许岩提前做了准备，还约在特别高端的餐厅见面。谁知这次来的不止孙太太，还有很多别的女人。这些女人年轻漂亮，还各有家族背景，不是金融投行，就是国际律师，能在各个方向帮助孙浩明。从一开始他就一直在观察许岩，外表漂亮却老实乖巧，既不能融入阔太太的圈子，被人欺负了只会忍让，他的家境一定不好。他就是在逼走许岩，因为他的儿子只能听他的安排。像这样的女孩才适合浩明，马上和浩明分手，免得自讨难堪。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咄咄逼人没有让许岩退缩，反倒把他逼到了另一个赛道。从这一刻起，许岩为了嫁入豪门，已经彻底黑化，不惜编造一场弥天大谎。 Syracuse University 是我父母在国外任职的学校，这也就有了刚开始许岩雇人假扮父母的事。而这不是他第一次说谎。许岩的出生并不被父母期待，他刚出生就患上了先天性心脏病，父亲不想要他，是外婆将他救下，但他渴望一个美好的家庭，便在作文里虚构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后来他还将自己的姓改成了和外婆的一样。18岁的我改了名字，从乔岩成为许岩，跟姥姥姓。我想做的只有一件事，让姥姥过上好日子。他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感觉你跟父母之间不太熟。作为母亲，连自己的女儿不吃鸡蛋都不知道呢。虽然许岩对于父母的回答天衣无缝，但沈母一直都对他的身份抱有怀疑的心态。于是，在饭桌上，他一直都在观察许岩一家，试图在他们身上看出一些破绽。很快，他发现许岩的母亲不停地给许岩加鸡蛋吃，可许岩却纹丝不动，很明显是不能吃鸡蛋的。有的事情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我要听实话。这番话说的许岩差点招架不住，但他很快就有了对策。先是对沈母说对不起，说自己说谎了，表示自己从小是跟姥姥在一起生活，父母为了前程抛下他很早就出国工作了，所以自己基本没怎么见过他们。接着他对沈母打起感情牌，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说自己从来都没有感受过父爱和母爱。如果这次不是因为浩明，不是因为要结婚，我想我根本不会联系他们。其实许岩在这里也算是说了真话，他从小确实跟姥姥一起生活，父母将他生下就不管不顾，只将姐姐带在身边。但6岁的时候，姥姥为了让他能有学上，坚持让女儿把他带了回去。许岩本以为回到家里会得到父母的疼爱，可到了才发现，在这个家里他仿佛是个外人，父母只疼爱姐姐，他们还嫌弃自己是个累赘。本以为只要好好学习，拿到好的成绩，就会得到父母的疼爱，可在上高中的时候，因为家里没有钱，父亲为了能让姐姐考大学，还特意到学校不让她再继续读下去。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高考？
正在跟你的老师谈话。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高考？凭我是你爸，凭我是一家之主。任凭许岩怎么哀求，父亲就是无动于衷，还一个劲地说家里穷，让许岩懂点事。可许岩却不明白，明明自己和姐姐都是他们的孩子，为什么姐姐就能考大学，能得到他们全部的宠爱？为什么你们从小到大对我这么偏心啊？为什么好的都要人给小李？我难道不是你们亲生的吗？我究竟是什么坏孩子？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吗？怎料父亲听完后，非但没有感到愧疚，反而觉得许岩不孝顺，恼羞成怒下，直接打了他一巴掌。这一巴掌彻底将许岩的幻想破灭，他不再期待父母的爱。好在家里还有姥姥陪着他，他哭着跑回家，不停地拍着门呼喊着姥姥。来了。许岩抱着姥姥，发誓一定要让她过上好日子。自此后，许岩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兼职，毕业后顺利进入了一家电视台当策划，但他的目的是当一名主持人，奈何没有人脉，只能一步一步往上爬。而没有背景的他成为主播的发泄筒。为了保住工作，许岩只能忍气吞声，但很快事情就迎来了转